哇塞，朋友们快看，这里好多人，好热闹！居然成都的祖传采耳都开到武汉来了。这老板呢，真的是好有眼光啊，居然开在这么繁华的地段。不知道这个租金啊，够不够他采耳的一个钱呢？就是采耳的钱够不够他的房租？我觉得呢，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暴利的吧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行业怎么看？我现在呢就在湖北武汉的这个百年的那个江汉路，这里呢曾经呢叫什么路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。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江汉路的一个尾端了啊，就是靠近武汉关码头的。这武汉人呢有个习惯，边走边吃，不需要桌子板凳，在路上就可以吃。这是一套独门绝技，不知道是武汉人独有的还是湖北人独有的。在武汉这边路上面呢都有这种很多的这种标识啊，告诉你洗手间在哪里。最近呢有大量的香港人、俄罗斯人、乌克兰人纷纷涌入这个大陆，然后呢涌入中国。那香港人呢涌入到内地来呢，他们主要呢是为了消费购物的，因为啊在香港那边的物价比较贵，他们可以在这边反向代购。很多内地人都说啊，深圳人就说，真的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以前呢，我们深圳人呢都是去香港那边购物啊、买东西啊，因为那时候免税嘛。现在呢，东西越来越透明化了，电商越来越发达了。看一看这边还有蜜雪冰城这么大一个店，这一天要卖多少杯才能收回成本啊？还有香港那边也有蜜雪冰城的店，好像听说一天要卖几千杯，好像是1-2万杯才能够勉强回个房租。因为蜜雪冰城的单价是比较低的嘛，不过确实还是比较好喝的，普通的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。不管是上学的呀、上班的呀、做生意的呀、打工的老板都能消费得起。不得不说，蜜雪冰城啊，这个企业老板还是挺好的，不像别的一杯奶茶比吃饭还贵，一杯奶茶20多，蜜雪冰城就几块钱。什么时候水比吃的还贵了？真的是不知道是资本是怎么搞的，反正就是让大家消费观念呢就变这样的。这边治安还是非常好的，看马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巡逻的，人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有一种那种铜锣湾的即视感吧。你看这边的招牌呀，非常的富丽堂皇，灯火辉煌，富丽堂皇，真的是让人看了之后感觉到不可思议啊！大家可以看一看。然后这两边的街边的店铺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。那你说香港人过来呢购物消费，那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来干嘛呢？其实呢，大部分是美女过来，因为你们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冲突的原因嘛，所以导致他们女多男少。他们过来呢，其实先是过来旅游的、工作啊之类的，因为他们那边的经济啊可能受到一些制裁和限制了，所以呢他们那边就找工作啊收入就降低了，然后他们就想过来呢看看这边武汉啊、上海啊、北京啊、广州啊这些大城市啊，都说发展的很好嘛，就想过来亲眼目睹一下，先以旅游的目的过来呢，然后定居啊、工作啊、生活。你看这马路上呢就有很多像俄罗斯美女，她们一般呢就是金发碧眼，她的那个鼻梁是很高的，然后看上去呢就像那种一看就是国外的一些美女啊，很容易分辨出来。再包括呢她们的那个体味还是比较重的，所以她们香水味特别浓，基本上掩盖了。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人喜欢吃那种生牛肉，比如说牛排啊要5分熟、3分熟，甚至直接吃生的那个叫什么生呛的那种牛肉。这边呢是一个店铺，都是卖的小时候的店铺，准时到校，像个学校一样的啊。那还有很多乌克兰美女啊，也来到咱们国家，当然还有很多印度美女、日本美女啊。但不光是这些国家的，周边国家的一些美女啊，都想到咱们中国来找一个如意郎君。因为啊，像他们其他些国家，很多男人都大男子主义，结婚之后啊，女人基本上就是说，还要工作，还要照顾老人，还要照顾公公婆婆，还要照顾小孩，相夫教子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掏耳朵的店，30块钱，这个店比刚刚那个店小一点点啊。在马路上呢，其实有很多一眼就能分辨得出来哪些是外国美女，对不对？金发碧眼、大长腿、浓眉大眼、高鼻梁，然后他们基本上会跺脚的一个普通话。你看这边呢是什么？台湾省银行汉口分行，这是旧址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以前呢台湾省开的一个银行，在这边可以取钱呐、办业务之类的。然后对于这么多外国美女啊，纷纷涌入咱们中国来找男人，主要是为了说给高额的彩礼啊，然后呢不给彩礼的话，买房买车啊，老婆不用工作啊，比他们在自己国内的男人好多了，所以他们就纷纷涌入咱们中国过来呢找如意郎君。你想不想来一场跨国的
这种婚姻呢？想不想组一个这样的家庭呢？